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我终于买到灯了啊！终于可以不用酒店里面这种昏暗的灯了。我在英国呢，可能要多待一段时间，玩够了再回去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做节目就没有鹦鹉陪伴了啊。哎，来说正题，各位观众，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更大的雷要来了。那究竟是什么雷呢？哎，我等一下在节目里面会告诉你们的。首先呢，面具人，我想感慨一下啊，那就是币圈最近貌似有点涨不动了啊。但是在熊市的时候，你们发现没有啊？熊市每经历一次下跌，就不乏有人出来高喊高歌，说什么牛快来了，或者是跌了就对了，这次下跌是最后一跌了，跌完了以后牛就回来了。可各位观众，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这大半年来，好像是迎接我们的是一次比一次跌得更狠，一次比一次的底还深，对不对？反过来，大家去看一看美股啊，现在经济环境有所缓解了，人美股立马就涨上来了。可是呢，你看币圈啊，你说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跌，经济环境好的时候你还跌啊？其实面具人，我觉得现在这个币圈的很多概念啊，已经不存在了啊。大家觉得这是一个金融圈，其实不然。现在的币圈就是一个绞肉机，想在里面赚钱太难了。为啥呢？我总结了几点原因啊，可以给最近亏钱的大家一些警醒。我今天在节目后半段来说，如果说今天说不完的话，那我下期节目会继续说更详细、更精华的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就要给大家来讲一个重磅新闻了啊，那就是我一直担心的，也是一直期盼的吧。美国要对币安动手了，哎，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一旦出来了，哎，很多人问我，哎，面具人，现在底在哪里？能不能抄底？我很难说底在哪里了，明白了没？因为这个事情，你想想吧，美国真的是要干掉币安的话，那影响就太恐怖了。然后我在节目最后呢，还想讲一讲国内现在啊，又更加的收紧移民了，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操蛋的那个规章制度啊，新的规章制度出来。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都是上 OpenSea 可以卖的啊。好，我先来讲正题啊，就来说一下最大的一颗雷，可能是最近即将就会要爆掉的雷啊，你们仔细听好了啊。仔细的听好了，一定要完整的听完哈！我告诉你啊，不要抱希望，不要抱幻想。听完这个节目，你赶紧就计划你如何该逃命、保财、保命吧，保你的财，不要再接下来又亏钱了。我要说的是，咱们皇上币圈皇帝的地位不稳了。正如我所料，赵长鹏对美国的 FTX 发动了这次自杀式的袭击了以后，基本上也摧毁了整个币圈啊，连带的现在很多币基本上都腰斩了啊，咱们都给咱皇上陪葬了啊，没问题啊，很正常。你看古代的很多帝王都是要活人陪葬的，人家赵长鹏既然当皇上了，咱们这些草民韭菜混在币圈里面生长的韭菜奴隶还不得给人家陪葬吗？很正常，谁让人家是皇上呢，对吧？你看赵长鹏这一下搞得整个币圈现在又跌到了新低了，然后呢，咱们皇上又持续的连续的好几天在推特上不停的批斗这一家交易所呀，那一家项目方呀，连续的批斗了几家交易所之后呢，就开始统一币圈了。啊，高调的宣布他要建设币圈的规则了。为此呢，他还专门的发推昭告天下，赵长鹏做的这些事儿 ，FTX 被干掉了，他自身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也不说他对不对，我一会儿给你们分析一下赵长鹏跟 FTX 的斗争的当中有一些争议点。
很容易被抓住把柄的争议点啊。你不管 FTX 做的对不对，首先他赵长鹏做的肯定就不对。本来币圈都因为 CPI 的缓和，慢慢就涨起来了啊。前2天的币也确实涨得不错，好好的，你赵长鹏非得要把人家搞死，然后连带着把我们也搞死了，把散户也搞死了啊。你甭说，哎，人家有什么雷呀，啊，有什么隐患呀？那我就问你，人家有隐患，轮得着你来管不？啊，你没搞这些事情，币价能跌吗？啊，这些人的钱能取不出来吗？对不对？啊，我也不说啥了，我现在啊就分析一些争议点嘛。目前网上呀还有各种洗地的啊。对于 FTX 的暴雷的争议点比较大的，就是网上现在说啊，是因为 FTX 自己有问题，所以呢被人家赵长鹏弄死了，不可惜，不能怪赵长鹏，赵长鹏是吹哨人。对，咱们皇上是吹哨人，咱们皇上自己推的 Gala、Sandbox、Mbox、飞船、Stepn 这些割韭菜的项目，暴跌的时候、跑路的时候、归零的时候，咱们皇上是从来不吹哨的。咱们的皇上只吹别人的哨，不吹自己的哨。他又当裁判又当球员，自己又下场踢球，嘴里面还叼着个哨子，动不动哎，你们不能踢球了啊，你们一边去，我给我自己发个点球，是不是？他又当裁判又当球员，脚下踩着球，嘴里面含着哨子，言下之意就是啊，只有我能割，别人不能割。我做项目崩盘了、归零了、跑路了，你别管，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们也没资格管。但是你们不能做项目，你们不能开交易所啊，我就是要管你们啊。为啥？因为我牛逼，就这么简单。因为我背后是习近平，谁让你背后没有拜登给你撑腰嘞？对吧？啊，这都不算啥。你们看啊，赵长鹏搞死币安这件事儿啊，你们仔细听我说一下啊，我为啥说今年最大的雷马上要爆了？你们仔细听好，看我说的在不在理啊？首先呢，美国的国会包括众议院已经要针对这个事情开展听证会了。要 FTX 的老板 SBF 出庭作证，解释他最近的这个 FTX 究竟是怎么爆雷了啊？为什么爆雷啊？什么原因导致你爆雷的？包括这中间有一个焦点啊，也是国会重点提出的，他们这一次的议题的核心内容，那就是币安在这一次风波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前半句不重要啊，什么要 FTX 的老板啊讲清楚他的来龙去脉呀，怎么样了啊，这些不重要。后半句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币安在这一次风波中扮演的角色。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网友考虑过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币安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你们知道吗？美国的 SEC 早在今年3月份就开始调查 FTX 了。之所以这些调查没有高调的公开，是因为人家还有很多法律程序要走，并且呢，政府做事儿它是要考虑到对群众的影响的。如果说就简单粗暴的判 FTX 死刑，把 FTX 直接给处决了，那造成的次生灾害和这个锅都得由政府来背，对不对啊？人家交易所好好的，你政府把人家交易所关了，害我们钱取不出来了，害我们爆雷了，害我们的币大跌了。哎，你政府坏，你政府独裁，骂你政府，对不对？下次不给你投票啊，这个逻辑没问题，很正常。那我就他妈的想不通了啊！他赵长鹏把人家 FTX 搞死了，让很多人取不出来钱了，让很多人钱包里面的币都腰斩了，亏钱了啊！那你就不敢骂赵长鹏了，你就觉得赵长鹏做的对了，你就说赵长鹏是他妈的吹哨人了啊！你就是生活在他屁眼里面的蛆了啊，就会舔屁眼，你还能干啥？而且美国政府他不可能说，非常简单粗暴的就把这个交易所的雷给引爆了，对他自己也不利，不符合美国政府的利益。那人家老百姓就会说了。你政府咋监督的？你好好的一个交易所啊，你就让它爆雷了？你平时是干啥的？对不对？所以呢，美国的 SEC 呀，政府呀，
他会一直用那种低调的调查和温和的解决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把这个东西的对老百姓、对他的选票带来的负面影响给降到最低，而且呢，还能把这个事情给正常化的、合法的处理了，人家的过程合法合规。政府要处决 FTX， 一般都会先调查，然后呢，觉得哎，你这个户头还有钱，能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那先把你的钱冻结了，冻结资产，然后让你再继续配合调查，最后再对你进行判决啊。整个过程是精密计算的，要把群众和选票的损失降到最低啊。所以说呢，你不要说赵长鹏当什么吹哨人了，人家美国政府要处理这个事情造成的散户的亏损和对金融行业的影响，肯定不会像赵长鹏这样用私刑直接把 FTX 给处决了，直接死一大片，咱们现在都亏了，搞得这么惨的。赵长鹏他的战略目标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儿搞得越臭越好，怎么样把它搞得越烂，越让它伤害最大化，让所有的人都受伤啊，牵连到迁怒于 FTX， 怎么样把这个事情的影响搞得越恶劣，他的获益就越大，明白了没？你们可以看赵长鹏搞的节奏嘛，天天他妈跟个逼婆娘一样，在网上推特上喷来喷去的，逼逼叨叨的啊。你赚那么多钱了，你还没赚够，你还要搞啊？好，言归正传啊。那刚才我已经说了 ，FTX 它有问题了，有政府来查它，有政府来办它，有法律，有法院，对不对？啊，而且政府处理问题会比你私人动用私刑啊，就为了你公司利益要公平得多，造成的伤害要小得多。我问你，你任何一个老百姓有没有资格和权利就私自的把人家给处决了？币安在这个事情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既扮演立法者，又扮演法官，还扮演媒体，最终还扮演处刑人。等于说 FTX 的死亡啊，而且造成了这么多人的家破人亡、破产，是赵长鹏他一手搞的，并非不可避免。如果说美国政府通过合法流程温和的去解决这个事情，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亏钱，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钱取不出来，因为政府会给你制定一个提款计划和还款计划的。但是赵长鹏他为了一己私利啊，把 FTX 从立法到定罪再到处决，都是赵长鹏一个人全过程执行，全过程民主，他说怎么弄就怎么弄啊，而且造成的伤害越大越好，没办法，人家是皇上嘛，对吧？但是美国是不允许有皇上的。其实这一次美国的国会召开针对 FTX 的听证会啊，只是走一个过场。国会调查这个事儿啊，已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因为 FTX 已经凉了嘛，已经死透了嘛，没啥好说的嘛，对不对？就算能翻身，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对吧？就算他 FTX 想重生，那也得先把他的账还了，就这么简单嘛，还有啥逼扯的嘛？没啥掰扯的，对不对？所以呢，他 FTX 就很简单，尽力所能及的赔钱给人家提现啊。但是市场的下跌已经造成了伤害，已经造成了该跳楼的跳楼，该活不成的活不成，该破产的已经破产了，对吧？所以说他搞这个听证会啊，哎，说什么调查 FTX 呀啥的，让你解释呀啥的，解释啥嘛？不用解释，还钱，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他调查国会的这个搞听证会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在于，狗鹏直接越过了 SEC， 自己用私刑，又当法官又当警察的，用私刑把 FTX 给处决了啊！各位观众，你们说啊 ，FTX 是美国的合法注册的公司，就算是真的要处决 FTX， 也是 SEC 和美国国会的事儿。你赵长鹏凭什么审判 FTX， 而且又把他审判了，还直接把他处决了啊？直接就说 FTX， 你们快去取钱，号召人家把人家钱取完了，还说人家 FTX 会比露娜还惨啊！
你应该没这个资格吧？以后我美国的银行、美国的金融机构都是你赵长鹏或者是外国的一个有名的人啊，随便发个推特就把我公司搞垮了，都是你们说的算了。你外国人想把我的公司、把我的银行、把我的机构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那你们以后外国公司看我美国哪个公司不好，直接就在网上把这个公司给处决了，搞破产了，不就行了吗？啊，还要法律干什么嘛？还要这些法院干什么嘛？要这些调查人员干什么嘛？对吧？我大美利坚颜面何存？你把我拜登放在什么角度上？你把我美国国会放在哪个地位上？对不对啊？随便一个小老板就能在我的地盘处决我的公司，那我美国还要不要混了？我还要不要混了？我还要不要做生意了？各位观众，我想跟你们说啊，真的，咱们的赵皇上这一次呀，真的是战狼过头了。咱们皇上并没有对美国公司的执法权和执行权，还有处决权。那这下可好了，你们看嘛，人家美国还没制裁你赵长鹏给伊朗转钱的事儿呢，哎，你赵长鹏反而更牛逼，直接来个长臂管辖，你在中东就能制裁到我美国本土了，直接在中东发了几个推特，号召全国的网友，号召全世界的网友，把我的本土的一个交易所给就地正法了啊！你在中东就能制裁到我美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美国政府就成摆设了呀？啊！你制裁个 FTX 还不够，还要继续搞 CRO Babbitt。哎，那我干脆美国总统也给你赵长鹏来当好了，鲍威尔直接让位给你好了。以后美国的金融机构、美国的金融公司好不好啊？你赵长鹏直接发个推，好了就好，不好了就把他干死，对不对？要法院干啥嘛？要金融监管局干啥嘛？对吧？要国会干啥？参议院干啥？众议院干啥嘛？选票干啥嘛？以后都是你赵长鹏说的算，对不对？啊！而且你连个美国人都不是，对吧？好家伙，这个东西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你们知道吗？如果说美国一旦是把这个口子给放开了，那就跟文化大革命没啥区别了啊！随便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把人家批斗死，或者说是直接就地正法了。更何况这个人他还是站在外国呀，他在国外远程就把你本国的一个公司灭了。那今天是 FTX， 那明天呢？后天呢？A 公司、B 公司、C 公司呢，都可以被什么这些名人操纵了啊？那还要法院干啥啊？那以后共产党的这些大外宣间谍啊，天天把你哪个公司喷一下，号召别人把你这公司搞死了、打倒了啊，发动人民斗人民，就直接远程可以在你美国搞文革了啊，好不好？这赵长鹏呀，真的是沉不住气呀。刚花了点钱把推特收购过来了以后，就利用这个媒体工具去攻击人家美国公司哦，因为推特是赵长鹏他自己买下来的嘛，对吧？他和马斯克合伙买下来的，他就可以去操纵里面的流量呀，他就可以置顶自己的帖子呀，别人就很容易看到他赵长鹏的帖子呀，就容易被他赵长鹏影响呀，对不对啊？反正这个软件是他现在买下来了，买下来他想怎么设置就怎么设置嘛，对不对？我跟你说，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你也别当美国傻，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他都知道啊，一个一个来解决。就是马斯克收购推特，这中间有很多不明的股份，这个事情要查清楚，是否威胁到美国的言论自由了，影响到了美国的这个经商环境、生活环境了，这些东西都要查。面具人，我对政治的敏锐程度还行，我觉得美国既然能在中选刚刚尘埃落定，还没有完全定之后，就紧急的要开 FTX 事件的听证会，并且声明要查赵长鹏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那这个话已经说得很明显了。简单直白的来说，那就是赵长鹏的币安接下来的麻烦大了。如果说啊，大家放大胆去想一下，币安被美国政府给搞了，那么这就是巨雷了呀！啊，全球第一大交易所爆了，被干了，对不对？而且你们再想一下，美国现在手上是有赵长鹏的铁把柄的，美国把伊朗转账的这个事情，结果伊朗拿着这些钱搞大屠杀啊，然后呢，咱们皇上又在币圈搞大屠杀
啊，坑了一堆老百姓，尤其是美国的散户，民怨沸腾。美国现在啊，真的就是师出有名了啊，他有民意基础了。现在这个坏人就是你赵长鹏搞的啊！你别说你整治吹哨我们美国公司了，我们美国公司有美国的法律，有美国的章程，凭什么就让你一个外国人三言两语刚买了推特以后就自己刷流量啊置顶，把我的公司给喷死了？凭啥？美国要追究这个事啊，那币安就绝对凉透了啊！然后还有你们这些个狗逼崽子啊，舔币安屁眼的那些人啊，一个个的大到40、50岁的老他妈男人啊，给人家舔来舔去的；小到年轻小伙子，18、19岁、20岁的，正值人青春年华、精力和体力都在巅峰的时候，不靠自己努力啊，不靠自己奋斗拼搏，就想着舔一下大佬的屁眼子，然后呢，大佬能给你吃2口屎啊，你就能吃饱一顿饭，施舍你一下，你就有机会了，是不是？人呀，能不能挺起腰板做人？你们这些狗腿子啊，也会跟着他们一块陪葬的。听哥一句话，做人靠自己，听懂了没？啊，人生成功的道路上有没有捷径？有捷径，但是捷径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往往不是你想的那么好的，并且呢，捷径有可能让你弯道直接超出山崖外了，明白不？而且现在的现实情况是什么啊？那就是目前币圈啊，你就是币安现在没被搞，那现在整个币圈已经是被币安完全控盘了嘛，涨跌都是他说的算，他发个推说涨就涨，他发个推说跌就跌，或者说他发个推说涨就跌，他发个推说跌就涨啊，怎么样都是他说的算，明白了没？啊，那你说这个币圈它还有啥玩的意义？它已经是不存在金融科学的属性了，它就是一个人为操作的一个诈骗场。这是币安不被搞的情况下，那你要是说美国在接下来这个听证会就把币安给收拾了，给搞了，那接下来就是整个行业重置啊，大清盘，那到时候会有很大的灾难。不过呢，长期来看是好事，因为这个行业内少了一个骗子、诈骗的毒瘤、破坏生态的这种傻逼，你知道不？但是目前我们炒币啊，买入或者抄底真的是前有狼后有虎。我上一个节目已经给你们提过了，现在币价多少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庄家们已经可以100%完全控盘的话，他们在乎的不是币价，他们在乎的是控盘洗波段能洗出来多大的点位，他们在乎的是那个百分比啊！你币价高币价低，它的百分比不还是都一样吗？8%还是8%嘛，对不对？无非是8%的这个算出来的金额的大小不一样。那反过来想的话，那可能总体币价低了还更方便他操纵了，是不是？好，再来讲一个有关于出国移民的事儿啊。现在墙内很多人都开始思考要出国呀、留学呀、移民呀，是不是？但是这个事情啊，我2年前都说过了，3年前都说过了，能跑赶紧跑吧。现在的话确实挺难跑的，一个是护照挺难办的，二一个呢，现在机场出境啊盘查得很严，不但要查你的证件，还要查你的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啊，而且是人家拿着你的电脑查啊，人家一个一个翻，还要问你好多话，这都不算啥啊，这是一个预兆，这是一个倾向啊，那这就是意味着接下来这个出国留学呀、移民的口子会越缩越紧啊，而且国家最近也确实是开始出台了很多政策打击移民了啊。目前国家已经发文了，说了留学背景的人，包括亲属有留学背景的或者移民背景的、海归背景的这些人，以后不得进入中国的公务体系去工作，除非是那些什么重大科研人员啊，人家是统招的。那至于就是说你是普通的什么留学生呀、海归派呀，你也不是多么牛逼的人，可是呢，你想找一个普通的公家单位工作，那就没戏了，明白了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些人还能跟我狡辩一下，说
啊，你不让我去公家单位上班，我就不去公家单位上班了嘛，我就去个私人小公司上班也挺好的嘛。但是面具人我就想说了，中国现在是全面公有制了，你别说是你想做个小生意呀，你去什么私人单位上班呀，没有了，公私合营。你就算是小区里面的供销社的售货员，人家都是国家直属的公务员。现在国内公务员考试啊，考的就是这个社区供销社的公务员啊，社区供销社的收银员啊。你还说你想做小生意，你之前你可以在小区开个商店呀，卖个烟卖个酒呀，卖个这个什么炒面呀啥的，对吧？你现在不行了，社区食堂、社区商店全部都是供销社，国家来干，你干个屁啊！你就躺平，好好的生产劳动力就行了。这就是从外部啊，你海归的人找不到好工作了，遏制你，我就吓唬你，让你们都知道，还是在国内好。你看，以前我们觉得那些出国的人高贵牛逼，现在呢，你看这些出国的人回国了，还不如我们呢。一下子满足了内心的这种自卑情绪、战狼情绪就满足了，是吧？也符合国情对吧？习近平就喜欢玩这一套让底层人民站起来了，让人富起来了，让人强起来了，满足一些中国人这种可怜的那一点点微小的虚荣心、自卑心。从外部是这样什么归国的人没办法找好工作，但是呢，从内部现在也是移民机构、中介移民呀这些，现在我认识的几个之前做留学移民的他现在仅仅只是在朋友圈分享一下怎么出国，有什么办法能出国，就被派出所抓了，要求以后不能再弄这个事儿了，你不能教别人怎么出国怎么跑不然的话你这就是寻衅滋事把你之前发的东西全部删了。所以呢，各位，从内从外，接下来就是双封锁你如果说你在国内能过得习惯，你觉得挺好，那你倒不用去考虑这些问题。可是如果说你觉得国内的环境越来越恶化了，你越来越不适应了，或者说你对接下来未来的5年、10年、20年的生活前景不看好，你觉得接下来的社会会越来越不好，那你就抓紧考虑吧，赶紧跑吧OK， 各位，如果你们想要最及时的行情分析政策分析点位信息、政治讯息包括一些低风险的项目的早期进场机会，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最后呢，再检查一下你们屏幕下方的这个点赞、订阅、小铃铛打开了没有？只有打开这个，才能及时的第一时间的收到我的节目提醒。各位，祝你发财，再见。